不想做所有人都喜欢的作品，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我是一名艺术家，做新媒体艺术。那我先对你进行一个提问吧。我们的月亮是有阴晴圆缺的，那么它从一个月牙，然后到满月，然后再从满月回到一个月牙，然后这个过程是一个从左往右的过程，从右往左的过程。这个变化是有360度的一个变化，满的月相是29.5天，我们当它30天算，就会有每天的15度。我们只需要今天抬头看一眼，明天抬头看一眼就 OK 了。答案就很简单，我们现在在北半球，然后就是从右往左的一个变化。这个问题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超过1年的时间里，我有不断的在问身边遇到的很多的朋友，但其实90%的人都回答不出来。我们当下的人可能不太善于去抬头去仰望，去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时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能够唤醒大家对于一个长时间段的一个感知吧，而不是一个碎片化的当下的一个主要的时间感知的这样一个潮流。那没有手表，没有手机，去看星星，去看月亮，这个是去感知，用身体去感知时间的这样一个动作。我那天就在公园，然后一抬头啊，算是新月吧，突然想到哦，原来我再过30天，我再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又能看见这样同样的月相。当时就觉得，不知道就觉得有一种跟他有一个约定的感觉，非常的纯洁纯净。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为当下的这个感受去做一点什么。我虽说我的作品的出发点是因为月相，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从宇宙当中的一束光，然后照到了一个物体上，一个球体上，然后反射到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个物理流程，这个给我们了时间的感受。所以我更希望能够把一个物理流程给复制到人的尺度上去呈现出来。比如说满月的时候，光源是在正的方向。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物理环境，如果是在人的尺度上，我们的球体在这里，然后光要直着打过来，然后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那光源应该在哪？如果在背后的话，我们的影子就会呈现在这个上头；如果在前面的话，然后我这个发光体就会在这个上头。所以我用2盏灯，然后同时对打的方式，再用2个遮光罩旋转，这样一个结构去达到我想要的那个过程。这样的话，无论是在月牙还是在满月的时候，它都是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我所有想说的话，我都会用某种方式说出来，但并不是直接的文字，比如说带着一点小心思的这样的拍摄。所以我就拍了一条是用数字相机拍的，然后又拍了另外一条是用那个胶片影像机去拍的。因为胶片影像机它的呈现方式就不是用数字的那个感应器，它就是纯物理的或者说化学一点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所以我就特别想在从光的出发点到光的终点都把它用物理的方式去呈现。拍摄也是自己一个作品，那个作品是有3分钟嘛，刚刚也说了，就是一个 moon circle 是29.5天，然后就理论上来说我不可以连续的录1个月，所以我要达到这种我们只能拍3分钟，然后我们要3分钟之内压入30天。我的想法就是靠天空变亮变暗这样一个环境光去把这个想法给实现吧。一般就只有看30秒以内走的，和真的在那看了很久的，然后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我就喜欢说不太直白的东西，然后我也没有想要让每个人都知道。
但我是希望给别人带来一个感受就好，就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像这个作品就是让我静下来，就能让我停下来，因为只要他停下来了，然后仔细看了，他就用行为回答了我。当下他花进来的时间就已经是慢下来了，他就已经抽离了，我觉得就挺好的。我一直是认为时间不是线性的，它是曲线的。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有很多很多极为细小的瞬间，都是让我觉得很记忆深刻，然后又很有力量的。我非常想要把这个瞬间给放大，我非常想要创造这样一种感觉。比如说，我记得在我已故的奶奶的家里的房间里，然后奶奶在帮我整理被子。我记得是我奶奶把被子这样一抖，然后那个边上就窗框的那个光洒进来，然后我看就是它有那种丁达尔效应，然后洒下来以后，我就能看到空气当中就会有那种很小的，有的是一块的，有的是一根小的那种毛的灰尘，就慢慢的扬起来，然后侧脸上光照到我侧脸上是有一个温度的。当下连我感知上的东西，就是脸被这边的阳光给照到很暖和的那个感觉，我都记下来，就那一幕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觉得像心流一样，那个时候你的心流唰就慢了下来，然后你就能记住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希望创造的。我们现在是看的太多，所以看的太少。我们看了太多，是我们看了太多我们的手机。我是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如果刷了很久的手机，然后我去睡觉，然后我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然后流走的只有时间。也不是我们主动去想要看太多，比如说我们在城市当中行走，这个城市的各种屏幕、各种广告，就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没有办法闭上眼睛的去看的太多。然后我们每根神经都被，走在路上都会被左边扯一下，右边扯一下。我们看的太少，是因为我们真正用心去看东西看的太少，然后去看那些真正跟我们相关的东西看的太少。它并不是一个看，它是用心的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对看的理解是这样的。